大家好，我是成大电机系李顺义，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分享实验室在整合 RISC-V 与人工智慧，并应用于癫痫治疗的晶片设计例子。演讲的主题为 RISC-V CNN coprocessor for real-time epilepsy detection in wearable application。接下来，我将针对研究动机进行说明。接着，我们会介绍癫痫侦测演算法，并讨论系统架构与 RISC-V 的指令集、卷积神经网络协同处理器的设计。最后，我们提供量测结果与比较参考，让各位能够了解此协同处理器的功能，并总结此研发成果。透过 WHO 研究显示，全世界大约有7000万人罹患癫痫，大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因此，疾病的死亡人数为一般死亡人数的3倍。主要的原因有脑部不正常的放电，包含脑部受损、遗传性脑部畸形、脑部中风，不过仍有一半为不明原因。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高科技来改善癫痫的发作，包含采用植入式元件与结合人工智慧技术，进行讯号的检测、辨识与进行深层脑部的刺激。技术主要挑战包含癫痫即时侦测演算法与低功耗晶片设计技术。所以，本研究主要开发所需硬体，来达到穿戴与即时侦测的目的。此系统包含4部分：基因转移技术、软体人机界面、离散平台系统与机体电路系统。在基因转移技术方面，主要采用基因属进行动物实验；在软体方面，主要透过电脑界面进行侦测与刺激的控制。这个图是为应用于穿戴式装置即时癫痫刺激检测与辨识系统的例子。透过离散元件完成装置，其中包含电极检测系统、软体人机界面，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另一个例子为可程式化的脑电讯号检测与刺激系统晶片，主要包含4部分：类比前端、数位讯号处理、射频无线传输与刺激系统，搭配光电刺激器，可进行光与电刺激，抑制癫痫的发作。下一个主题，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与探讨癫痫侦测演算法，包含动物实验所需的资料库、讯号前处理、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资料库主要来自于本实验室 CDIC 与成大医院透过动物实验所截取的癫痫资料，透过2通道的颅内电极片检测20公克成熟老鼠的脑电讯号，并透过检测电路与蓝牙传输至电脑储存。其中采样频率为1 kHz，ADC 解析度为12个位元。讯号前处理包含降频与标准分数 Least-Score 处理。降频主要降低所需运算量 ，Least-Score 可正规化降低特征模型的个别差异。ECG 的辨识主要采用一维的卷积神经网络，整个架构包含在 Convolution Layer 的特征学习与 Fully Connected Layer 的分类。所以右图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流程。下一个主题，主要向各位介绍所提出的系统架构，包含 RISC-V 的 CNN 协同处理器、一维的 CNN 模型、RISC-V 的客制化指令与嵌入式系统的架构。这个图为我们所提出的架构，包含3部分。第一部分为应用于癫痫检测的软体 CNN 模型，透过软体平台的参数训练，
并将参数量化与传输至 LPGA 晶片硬体端，提供癫痫即时的辨识。第二部分，硬体端主要包含 RISC-V CPU、RISC-V CN 协同处理，其中 RISC-V CPU 进行资料与应用端的控制，协同处理器则进行癫痫辨识演算法的运算。第三部分的话，为所有的这个运算的转换的这个过程，那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资料传输到我们的这个 LPGA 跟系统晶片上面。癫痫主要包含2个 phase： 参数训练与资料推论。在本研究中，西恩模型的训练主要来自 PC 端，而资料的转换与 RISC-V CPU 主要实现在 LPGA 上。协同处理器与癫痫即时侦测则采用基底电路实现。其中，资料的长度为3小时，主要来自于6只成熟的老鼠。训练与测试资料比例为9，且训练与测试资料皆来自于不同的老鼠。EGG 讯号主要透过一尾 CNN 进行分析，每笔输入讯号为2秒500点。接着经过2个 convolution layer 跟1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输出，采用 Somax 进行癫痫的分类，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癫痫的辨识。此图为透过软体分析，最后我们采用的神经的数目为了要达到这个97% 的准确度，我们大概采用了将近20个这个神经元。硬体推论的 data format 主要采用 32Q16， 以达到 95.3% 的准确度。RISC-V processor 则透过 Seri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接收我们的这个参数的指令，并进一步控制协同处理器。那协同处理器将依照 opcode 的指令来进行运算。那以下就是我们整个硬体的一个架构，为协助 CNN 协同处理器运作，去客制化我们 RISC-V 的指令集。当然，我们采用 RISC-V 主要的目的，维持处理器拥有开源的程式，可进行一体设计，且有互动优势，可依照前人的设计成果修改与客制化，缩短开发时间，以完成低功耗的设计。此外，在我们这个研究当中，主要采用 RV32 iMac ISA Modulator Instruction 来设计我们所需要的 CPU， 可以协助 RISC-V 与 CNN Core Processor 之间的传输。我们需要客制化 RISC-V 的指令，其中设定4个 opcode 与128个 function saver， 共可提供512个客制化的指令，如下图所示。指令主要功能为 loading data 与 setting configuration。loading data 包含 loading CNN parameter 与 ECG 的 data。setting configuration 包含 convolution layer 跟fully connected layer。RISC-V 与 CNN Core Processor 主要是透过 Customer Coprocessor Interface (CI) 来进行沟通。CI 主要提供4个功能 ：Dispatching Instruction、Uploading Model、Offloading Data、Return Result。透过这4个指令来完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传输的功能。采用Instruction Validation Check (IVC) 可以避免在尚未收到指令时 CNN Core Processor 进行资料的推论。所以我们加入这样的一个指令。提供4个状态来检查，可提供 CNN Core Processor 运作控制的一个参考。详细的 CCI 实例控制图包含 Request Channel、Response Channel、Memory Request Channel 与 Memory Response Channel。
可以进行操作的协调，完成 data transfer、parameter transfer 与 data inference 这3个功能，达到我们的整个推论与辨识的目的。下一个单元，我们主要探讨 CNN coprocessor 的硬体实现，其中包含 CCI control、CNN state machine 与 process element。CNN coprocessor 主要包含 CCI control、CNN state machine、process element、parameter storage 与 data buffer。我们的晶片采用 TSMC 0.18 micron CMOS 制程，操作频率为 MHz。CCI control 功能包含 accepting、rejecting 指令，从 RISC-V 接收控制资料与控制 CNN coprocessor 状态，共包含5个状态，来完成我们的目的。当 ECG data 接收完毕 ，CNN state machine 开始启动，进行编写的辨识。其中每个神经网络将共用所需的 process element 与 data buffer， 来减少硬体与功率消耗。详细的控制图如表格。右边就是我们的整个硬体的一个架构。每一个 CNN 控制单元包含1到2个运算单元，可从 parameter storage 读取资料，或从 data buffer 读写资料，来完成我们的这个CNN 的这边的控制。Process element 包含乘法器、加法器与比较器运算，其中 Renew、Maxima Pooling 与 Somax 共用比较器，以减少硬体负担。Somax 输出提供最后辨识结果，详细操作与控制图如下面所示。下一个单元的将介绍量测结果与文献的比较。图上为实验量测环境，包含所开发的晶片、FPGA 控制、逻辑分析与显示界面，皆已成功验证我们所提出的这个 RISC-V CNN coprocessor， 而且可及时进行编写的侦测。右手边为整个监测结果以及辨识的结果。晶片我们采用 TSMC 0.18 micron CMOS 的制程实现。量测显示，每一个 data frame transfer 仅消耗51 nanojoule， 每一个 data frame 的 classification 仅消耗 0.9 microjoule。我们也比较了软硬体的准确度，主要的差异来自于硬体的这个有限的硬体位元，不过那可以达到 93.5% 的精准度。我们整个 RISC-V 与 CNN coprocessor 设计，其优势可以大大的降低 runtime， 达到即时侦测编写的功效，适合应用在穿戴式的系统。相较于先进论文，包含采用 RISC、ASIC 与 MSB430实现方式，我们发现整个 RISC-V 与 CNN coprocessor 于设计当中具有最佳的energy efficiency。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跟这个最近的癫痫侦测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其中也发现，整个 RISC-V 与 CNN coprocessor 具有佳的这个detection latency， 而且具有即时诊断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是我们所做的研究的结论。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的主要的贡献有3个。第一个，我们提供一个癫痫的架构，整个 AI model。RISC-V processor、CNN coprocessor 来完成这个癫痫即时侦测与诊断的一个效果。第二个，软体平台准确度为 97.8%，
在我们硬体实现上的准确度也有高达到93.5%。整个晶片它的主要优势为低功耗，而且快速处理。谢谢大家的聆听如果任何问题，我们后续再来讨论。谢谢大家。